1907年3月23號，作為柬埔寨宗主國的法國跟當時的暹羅，也就是現在的泰國簽了個條約。法國人用放棄一些法律特權做交換，讓泰國把馬德旺、暹粒這些地方還給了他控制下的柬埔寨。這就是很多所謂國家紳士的典型寫照。他們的邊界不是自己民族用鮮血和文明鑄就的，而是上一波帝國老爺們坐在談判桌上，拿着尺子在地圖上隨意劃了出來的交易品。就拿柬埔寨來說吧，西哈努克自己都承認，在他的曾祖父诺罗敦國王时代，高棉国王就已經是法國當局的一個傀儡了。這麼一個從頭到尾都活在別人影子裡的政治實體，你指望他能有什麼真正立得住的根基呢？當年法國佬這筆慷慨的領土歸還，直到今天都是一顆沒解開的大雷呀！他們畫的地圖解決不了柬泰兩國爭搶千年的古寺博維夏寺的歸屬問題啊！1962年，海牙國際法庭還真就照着這張殖民地圖把寺廟判給了柬埔寨。可是判了又怎麼樣呢？地圖畫得不清不楚，邊上4.6平方公里的地方誰都沒說明白啊！結果就是兩國為了這點地方，從2008年、2011年一直衝突到現在，飛機大炮都用上了，死傷平民無數。這種國家自己內部理不清脈絡，靠着陳年舊賬當所有權狀，和鄰居能有什麼好日子過呀？除了給地區添亂，時不時把世界新聞頭條搞得硝煙彌漫，還能幹啥呀？所謂主權就跟個小孩似的，揮舞着一把他自己根本無法掌握的 AK， 不但危險，而且可笑啊！再把地圖往上移到烏克蘭，你會發現劇本雖然不是一模一樣啊，但本質上那股子紳士飄零的勁兒大同小異。就那塊地，歷史上長期是周邊強大勢力角逐的舞台。烏克蘭這個詞兒的本意就是邊陲之地，從蒙古、金帳汗國到立陶宛、波蘭，後來東邊併入了沙俄。1991年蘇聯解體，它獨立出來了。但這個獨立更像是一座大廈突然崩塌的時候，因為慣性被拋出來的一塊碎片啊，就不是一個擁有強烈、清晰、內生性的民族國家瓜熟蒂落的誕生啊。它的國土上生活着众多民族，本身就是一個龐雜的拼盤。這樣一個先天就帶着複雜地緣裂紋和內部認同分歧的國家，在現在這個大國博弈加劇的世界裡頭，最可能上演的戲碼就是成為前線，他很難真正掌控自己的命運。今天的世界上有近200個國家，像柬埔寨和烏克蘭這樣的不在少數，都是舊殖民體系崩解或帝國解體後留下來的地緣意外。他们的存在很大程度上是特定歷史瞬間的偶然。內部呢，往往治理乏力，但又因為被套上了主權這件不合身的外套，就有了在國際上鬧騰甚至引戰的資格了。他們的歷史是一步步被統治、被交易、被劃界的歷史啊。他們的現實就是經常性的陷入由他人制造的爭端。他們或許有一些零星的閃過光點的古代文明，可是那點遙遠的榮光，跟作為一個現代國家的穩健運行能力跟內生凝聚力比起來，完全是兩碼事兒啊。在這兒啊，就有一個根本的觀念衝突啊。西方人理解世界的框架，骨子裡是分的哲學，這個執念根子很深啊。從古希臘那會兒打波斯帝國就開始了，覺得城邦越小越能體現自由文明，龐大帝國那必然意味着專制與邪惡。到了現代呢，就演變成民族自覺的理論了。一個民族，一個國家啊，覺得這才是正道。把不同民族捏在一起，那就是壓迫。所以你看，一戰後、二戰後、冷戰後，他們興致勃勃地拆解大帝國，世界就越來越碎。他們用這套眼光看中國，一個囊括農耕區和草原游牧區，融合了眾多民族的超大規模國家。簡直是個不可理解的怪物啊！它必然是個靠暴力維持的邪惡帝國啊！所以總想着把它也拆了。但中國的歷史邏輯和成長路徑完全是另一回事兒。我們的觀念核心是和，中國不是被哪個外部力量在地圖上畫出來的，它是從黃河流域一個小小的文明核心，像滾雪球一樣，歷經幾千年，通過一次次分久必合的螺旋上升，自己長出來的。元朝和清朝這兩個由少數民族建立的王朝，
完成了將漢地農耕區和塞外游牧區融為一體的歷史成就。如果只有宋朝、明朝那樣的傳統中原王朝，今天的中國很可能就局限在汉地18省了。当然，这個和的過程是充滿了艱辛、代價和陰暗面的，但結果是鍛造了一個內在聯繫極其緊密、抗風險能力極強的文明共同體啊！在我們看來，分意味着戰亂和流離失所，定於一的和才意味着太平跟發展。所以，中國和那些任由殖民者圖紙勾畫誕生的國家本質不同啊！它的遼闊版圖和多元一體結構是漫長的自身歷史發展的結果，有深厚的內在脈絡和邏輯，不是外部強加的偶然。西方用他們基於分的殖民歷史和民族國家經驗，根本看不懂，也拒絕看懂。他們熱衷於在中国的邊疆支持各種的獨啊！很多人心裡還真可能覺得自己是在行俠仗義，解救被壓迫的民族。真的去播了，這就是深層次的觀念衝突，雙方都覺得自己站在正義的一邊。這種衝突不僅關乎怎麼看歷史，更關乎世界的未來啊！二戰以來，世界在分的觀念主導下是越來越碎，小國林立，很多根本無力自保和自治，相互掣肘，內耗嚴重。這種全球政治的破碎狀態，實際上拖累了科技進步和人類整體福利的提升啊！歐洲、非洲、中亞、西亞、東南亞、南美洲碎成那麼多小國，意義到底在哪兒啊？整個藍星要是想來個舊屋改造，重新裝修一遍，我就不相信這些滿地的扔不掉又亂成一鍋粥的碎片，他不想用一個個足夠大的收納盒裝起来。人類是時候想想了，分是不是唯一和終極答案啊？這世界分久必合的鐘擺是不是該往回擺了？中國作為一個歷史上整合程度最高的文明型國家，就自身基於和的文明體系所展現出來的韌性跟活力，以及它如何看待世界的觀念，難道不是推動人類超越當前碎片化困境的寶貴智慧嗎？還不夠你們全世界借鑑的嗎？我始終覺得啊，儘管我不可能看得到了，但是在遙遠的未來，這個世界如果想要形成真正的終極文明，就不會允許存在像現在這樣支離破碎的全球格局。